大家好，我是 Tony， 我现在在台东县卑南乡初鹿部落。现在上午清晨6点钟，这栋建筑 Google 地图标示为初鹿部落游戏屋。初鹿部落是属于卑南族。巴拉罐，这是初鹿青年会。 女生止步，台东县巴兰文化发展协会。我知道这附近有个巴兰遗址，初鹿部落游戏屋，请上2楼。不过现在清晨6点钟，应该是还没有开放。 人生第一次造访台东县卑南乡初鹿部落，我对这里当然非常的陌生。查阅日本时代的古地图，当时汉人是将初鹿部落称为北西尻，北西尻是闽南语的发音。后来日本时代的学者鹿野忠雄将北西尻以片假名称为帕西尻，那听说是因为发音比较接近初鹿。 所以后来就改名为初鹿。我昨天是住宿在初鹿2街，那从 Google 地图上就可以发现，整个初鹿部落这边的街道非常的整齐，就像棋盘一样。对照一下文献，有提到初鹿部落是卑南族分布的最北侧。当年因为日本政府将山上的布农族迁移下山，所以与帕斯考武交换土地。 初鹿部落就迁移到这里，因此部落可以重新规划。这也是为什么今天看到的初鹿1街、初鹿2街，整个这边的街道巷弄是非常整齐的，像棋盘般的街道形式。现在的初鹿部落除了卑南族的原住民之外，当然也有不少汉人居住在这里。那我昨天晚上为什么会住宿在初鹿部落呢？因为这几年我大哥身体不好。 所以离开潮湿的台北，来到初鹿部落这边常住。那后来也在这边买房子了，算是长期定居下来。那他就有跟我提到，如果将来来台东旅行的话，那也可以住在这里。这也是为什么昨天我住在初鹿2街。那我会在这边住上2个晚上。那除了跟大哥叙叙旧之外， 就是游览台东、花莲的景点，在初鹿部落游戏屋的旁边，那边有一座忠魂碑，原本是放置在初鹿2街25号的后方，被附近的房子挡住。2020年才移至到这里。温柔的界限。 以前族人会用槟榔树把土地围起来。忠魂碑，所以这里是围了起来。我从前面那边绕过去好了。忠魂碑旁边的刻字有点模糊。 花莲港陆军兵事部长某某某书，名字已经被涂掉了。这块忠魂碑是纪念2次大战期间随日军出征的高沙义勇军原住民。我在台湾是看过不少纪念日本军警的忠魂碑，
不过这是第一次看到纪念原住民的中魂碑。当然，我以前在乌来的高沙义勇纪念公园也见过类似的镇魂碑，不过那是后来新建的。那这块纪念碑是真正的历史遗迹。当时由台湾原住民组成的高沙义勇军，由于能够适应南洋的气候跟丛林环境，所以当时是非常有战力的。那也得到一些日本军人的感念。这也是为什么后来在数十年之后，在乌来那里由日本人发起成立了台湾高沙义勇军的纪念公园。不过那件事情在当年还引起了一些波澜，因为日本人感念台湾的高沙义勇军，而要建立纪念公园。那当时的台北县县长算是属于统派，所以非常的反对这件事情。所以整个事件变成是日本人要感念台湾的原住民在2次大战期间的牺牲奉献，而要为他们成立纪念公园，设立慰魂碑。台北县的县长反而是激烈的反对在乌来设立这样的纪念公园。纪念公园后来还是成立了。会有这样的冲突，我想就是因为台湾各个族群之间的历史记忆不同吧，对历史的解读也不同。就像我昨天参观过的鹿野神社，台湾现在也有一些原住民部落重新修建日本时代的神社，有一些少数国人当然会对这件事情会觉得很愤慨。修建日本神社是在怀念日本殖民统治吗？但是这些汉人可能从来不会去反省，为什么汉人来到台湾应该有400年了吧？为什么台湾的高山原住民他们始终不肯信仰汉人带来的宗教信仰？为什么后来他们接受日本神社？我们应该反省的是这些，而不是去责怪人家说你为什么要去信仰日本神社，或者说他们也没有信仰日本神社，只是这些神社对他们来讲是历史记忆的一环。我曾经听到原住民的说法，就是当年高沙义勇军在出征之前，他们会在神社做最后的祭拜，然后相约说，如果我战死在他乡的话，会回到故乡，会回到神社来。如果神社不见了，那我的魂怎么回得来呢？所以原住民重新将神社建起来，像在屏东的高士神社，我听到的说法就是类似这样。其实并不是所谓的怀念日本殖民统治，而是要让当年出征的族人，他们能够找得到路回来。因为当初约好了，就是如果我战死在异乡，那么我的魂魄会回到神社来。如果神社不见了，那魂魄可能会找不到归乡的路，就是单纯这样的一个情怀而已。今天上午清晨，在早餐之前，就在初鹿部落散散步。那我今天的算是初鹿初体验之旅就到这边结束，谢谢收看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影片下方的文字资讯栏里面有本次旅行路线的 Google 地图网址连结，欢迎您点选网址，打开地图，作为旅行的参考。